记得小时候玩过一个游戏，名字叫《国王的游戏》。游戏里每个人都要尽力让自己的国家更强大。有的时候游戏会让一些国家特别强，有的就弱一些。长大后我发现现实世界其实也差不多，只不过比那个游戏复杂多了。比如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游戏里的国家，近年来的互动就像是玩了一个真实版的国王的游戏。走到今天，美国对中国的围攻可谓是无微不至，从贸易到科技，从军事到外交，处处都能感受到压力。但你说美国这是为啥呢？其实挺简单的，不就是看着别人家的院子里的草比自己的绿吗？先说经济，我们中国的发展速度曾一度让全世界都赢。尽管有人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，但这放缓背后的含金量可不低。我们的 GDP 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特别是在购买力评价的对比下，我们已经是老大了一段时间。美国为什么紧张？很简单，谁不怕被超过呢？再来看军事，你知道的，现代战争离不开钱。从清朝的贫穷到新中国的自强不息，我们的军事投入一直在加大。尤其是近年来，我们自主研发的各种高新武器，让我们在国际上有了更多的发言权。美国围攻中国，部分原因就是不想看到一个军事上可以自主的中国。至于外交，那更是好玩的地方。你看美国怎么围攻我们，拿着一帮小伙伴变军事同盟，限制我们的高科技出口。但这种做法其实更多是把自己孤立了。我们过去可能会被孤立，现在呢，我们有的是朋友，合作伙伴遍布全球。而美国呢，可能得看看自己的后院线。国家的强大，人民的健康是基础。我们现在推行的各项健康政策，提高人均寿命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成就。美国呢，人均寿命还不如我们长呢。这不仅仅是经济的比拼，更是生活质量的较量。美国对中国的所谓的围攻，其实就是在对一个正在崛起的竞争对手进行策略性的打压。但这种打压到头来可能会让美国自己更加孤立。对我们来说，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，稳定内部，发展经济，提高国防，保障人民生活。剩下的时间会给我们答案。虽然有人说我们的增速慢下来，但慢和停是两回事。我们的经济体还在向前走，只是换了种方式，更注重质量而不是量。这就像是跑马拉松，刚开始可能冲得快，但到了后面稳扎稳打才是赢得比赛的关键。从5G 到人工智能，中国在很多高科技领域都走在了世界前列。这不仅仅是在赚钱，更重要的是在推动全人类的进步。美国担心的可能就是这种技术领先带来的全球影响力变化。外交方面，中国也显示出了越来越多的自信和灵活。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就是个好例子。通过这个项目，中国和很多国家建立了更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。这不仅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，也让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升。美国之所以紧张，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新兴的全球领导者的崛起。这不是说中国要去挑战谁，而是自然而然的结果。我们在为全球的繁荣贡献力量，而不是仅仅寻求自己的利益。我们自己的家庭内部也是越来越和谐，从环保到医疗，各个方面我们都在努力，确保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改革的成果。这种稳定是任何外部压力都动摇不了的基石。而美国的一些政策，比如经常听说的贸易战，其实有时候反而让我们更团结。它像是一个外部的压力，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路应该怎么走。朝前看，未来5年，中国的发展还会继续。我们的路线图很清晰，从科技到经济，从国内到国际，每一步都计划得明明白白。美国或许会继续有所动作，但这对我们来说不过是途中的一些小波浪，影响不了前进的方向。老百姓的生活会越来越好，国家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，我们的朋友圈也会越来越广。这不仅仅是政府的功劳，更是每一个中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所以，美国的所谓围攻其实也没那么可怕。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道路，保持清醒的头脑，继续努力，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。我们不是在和谁竞争，我们只是在做好自己，让自己的国家更强大，让自己的人民更幸福。这就是我对这个话题的看法，你觉得呢？这种发展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欢迎留言讨论，分享你的想法与借鉴。我们一起看看5年后的今天，我们都会在哪里。